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又一期的 Big Joe 的节目。那今天这个节目将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是一个解决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产品经理。这为什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呢？是因为首先，从来没有一个专业，他说我是叫产品经理专业，你在大学里面选了这个专业，你就能成为产品经理。这个专业不存在，不存在。所以的话，没有一条通过读大学某个专业就能够直接成为产品经理的路径，这是没有的。另外呢，产品经理还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很讲经验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成为过产品经理，你想成为产品经理，那么别人就不会考虑你，因为别人会比较希望怎么样啊，有经验的人来做这个事儿。这就成为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做过产品经理，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产品经理。那你没有成为一个产品经理，怎么会有产品经理的经验呢？今天呢，就要告诉大家5种在硅谷或者在美国成为产品经理的渠道。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会有一些大家的问题的回复，所以请听到最后哟。好，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要讲5种在硅谷、在美国成为产品经理的途径。那我们今天就一一道来，一一道来。第一种成为产品经理的途径是叫毕业生项目。毕业生项目，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或者你的工作经验是比较短的，比如说1年或者是2年以内的，那么在美国有这样一些项目可以供你选择。那比如说最著名的是2个，哪2个呢？第一个是叫 Google 的 APM 项目 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项目是什么呢？是 Facebook 的 RPM 项目 Rotational Product Manager。那这2个项目呢，都是开放给没有工作经验或者工作经验比较少的这样的同学，这里面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那有一些项目呢，它是非常强调技术的，就比如说 Google 的 APM 项目是要求你是要有技术背景，特别是比较强的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的背景才比较适合这样项目，但不是每一个项目都这样，不是每个项目都这样。第二个呢，有一些项目是只开放给没有经验的学生的，有一些项目呢是开放给可能有一点点经验的，比如说1年啊或者2年以内啊，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你要去做一下研究。还有呢，像 Facebook 的这个 Rotational Program 呢，不仅开放给本科生，也开放给 MBA， 你 MBA 毕业跟你本科生毕业进去是一样的。最后呢，这种项目啊，很多时候它不仅仅开放给本科生，也开放给硕士生，甚至开放给博士生。只要你是没有工作经验的，一张白纸都可以申请这样的项目。这是第一个，叫做毕业生项目 ，Google 的 APM、Facebook RPM 等等等等。那我呢也整理了一个表，那么大概有10几个这样的项目在上面。那我不知道我的这样观众里面有多少人对这个感兴趣呢？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请留言告诉我，哪天我会把这10几个项目一个一个跟大家讲一下。好，刚刚讲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也就是我的路径了，就是读 MBA。那 MBA 现在是美国成为产品经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途径。那我就是在中国学习工作，然后到美国念 MBA， 然后通过 MBA 的毕业呢，进入 Google 来做这样一个产品经理。那这个的话呢，它每年都是有一种结构化的这样一个招生的这样一个形式。几个大厂，比如说以 Google 为例，那 Google 每年都会招这个 MBA 毕业生做产品经理，那这是一个。再比如说亚马逊每年都会招相当多的 MBA 毕业生进这个亚马逊做产品经理，那其中又分为这个Senior Product Manager 或者是 Product Manager Technical， 有分技术也分不技术的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职位呢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读 MBA 怎么样呢？相当于是给你打开了这样一个大门，让你有这样一个敲门砖，可以去面试这样的一些职位。那这就是 MBA，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向。第3种成为产品经理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内部转岗。
那很多的公司都给你这样一个机会，让你从一个职能转到另外一个职能。事实上，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你会看到产品经理，很多人是来自于各种不同的职能。比如说，有的人是从销售转成产品经理的，有的是从 engineer 工程师转成产品经理的，还有一些人是从怎么样呀？从 marketing、从 operation、从 analytics、从各种各样的功能转成产品经理的都有。那说到内部转岗呢，大家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你要去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不同公司的流程不一样。有一些公司它有一个非常的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岗的这样一个流程，比如说有的公司可以做所谓叫 rotation， 通过 rotation 来怎么样呀？来让你到别的组去做一个尝试，然后呢再进入一个内部的这个转岗的一个流程。那还有的公司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严格的一个流程，它只是怎么样呢？只要是对方的经理同意要你，你就可以直接转到这个岗位去。那如果你们公司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好，我们现在在讲第4个，那第4个是什么呢？千万要记得第4个非常非常重要哦，那就是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嘿嘿，开玩笑。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第4个是什么呢？第4个是从这个行业里面的其他公司转岗到某家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这个里面常见的例子是什么呢？从咨询公司转岗到产品经理，这个呢确实是可以的，我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就比如说麦肯锡啊、BCG 啊、贝恩啊，我们叫 MBB， 对吧？MBB 的咨询师，他是可以直接到科技公司成为产品经理的。一般来说，他是必须要去通过这个产品经理的面试，那是肯定的。他们的技能有一部分是可以转移成为产品经理的。那这个呢，在工业内部，我们的 industry 内部进行这样一个转换呢，这个路径也是存在的。第5个呢是什么呢？第5个就是创业。其实产品经理好多人是来自于创业背景，创业是非常能够锻炼一个人的领导能力，所以怎么样呀？是非常适合去为做产品经理做准备的。那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去创业，如果你创业成功了，怎么样呀？恭喜你，我们在纳斯达克见了。如果你创业没有成功，怎么样？没有关系，那你就可以说，公司我关了之后呢，你可以去面试，那面试官会说，你做过创业，那你一定也做过很多产品方面的考量，你说是的，我当时做了这个那个，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对吧？其实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你如果创过业，你是创业公司 CEO， 那你也可以去面试产品经理的职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为大家根据你的不同情况给予一些建议。那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大学生或者硕士、博士，反正你还没有工作经验，对吧？或者呢，你刚刚工作了1年，时间不甚长，你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像 APM、RPM 这种专门给没有经验的人的项目，这实际上是你的一个特权，英文叫 privilege， 因为工作经验长的人其实没这个机会。他们虽然是很这种初级岗位，他们也不开放给工作经验长的人，所以好好利用这样的机会，好好研究一下他们，让自己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入行，这是第一个。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比如说你工作了3年，工作了5年，然后想做产品经理呢，那么你有几个选择。那当然，第一个，如果你是适合直接跳槽过来，比如说你是这个 MBB、麦肯锡、BCG、贝恩的咨询师，那你可以直接换工作，那直接去看有没有产品经理的经验。不过这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同时有这个 MBB、这个麦肯锡、BCG、贝恩的 offer 和主流的一线的产品经理的公司的 offer， 而且你要是远期想成为产品经理的话呢，我建议你拿这个产品经理的 offer。就是你如果从这个行业外部转过来的话呢，你的经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么的切合，不如你在行业内积累来的怎么样呀？来的多。同样你在咨询5年和在这个产品经理5年，然后从这5年再跳过来的话，其实在这里待5年，其实对你的价值更大。当然了，如果你的远期是想做战略，那你就 take MBB 的 offer。好，那么如果是你不是这样的，可以通过
咨询直接转过来的情况呢，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内部转岗，刚才讲了，那内部转岗很重要，刚才说了，一定要把公司的这个策略搞清楚，政策搞清楚，就是到底它是要做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流程呢，又是所谓的 rotation 呢，还是说你可以直接找这个招聘老板，只要他同意就让你过去，这个很重要，要搞清楚。再一个呢，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有一个怎么样呀，非常的正式的流程，还是一个非正式的流程，这里面呢，这种我叫怎么样呀，人际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的这个 networking 非常重要，这里面一定得有人挺你，不管是正式非正式，一定得有人挺你，才能够让这个事情实现，所以是一个非常需要积累大家对你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最后呢，如果你也不选择内部转岗，因为内部转岗也有很多的限制，你永远有一个选择什么呢？去读个 MBA， 对吧？永远有这个选择。当然了 ，MBA 有很多的这个成本上的考量，因为我也读过 MBA， 我知道 MBA 要很多的时间，然后也花很多的学费、很多的精力等等之类的。那这个呢，都是有利有弊。那说到 MBA 呢，你还有2个选择，一个是像我这样读全职 MBA， 或者呢去读一个在职 MBA。比如说，你可以这个比如说，如果你在湾区上班的话，那我们这边不远的地方，对吧？伯克利就有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在职的 MBA，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如果你读在职的 MBA， 有一点你要注意，你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学校的在职 MBA 可不可以利用他们的职业发展中心的资源，这个很重要。有的学校是可以的，有的学校是不可以的。这有什么区别呢？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是亚马逊，我来你们学校招聘，我招你们的 MBA 来做产品经理。如果你们学校规定是说这个招聘的机会只开放给全日制的 MBA， 那么你作为在职 MBA 就没有这个机会，你就没有这个敲门砖。所以的话呢，这样的项目你就要好好考虑是不是值得去读。你得去读的是那些，如果你做在职的话，他要能够把你和全职的 MBA 一起去使用这样的一些招聘的岗位的机会和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那最后呢，你永远可以做什么事呢？永远可以去创业，对吧？我觉得创业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创业成功了，对吧？咱怎么样？恭喜你，咱怎么纳斯达克见，对吧？如果你创业不成功没有关系，因为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就是你自己去做了一个产品，成或者不成，你相当于是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产品经理的岗位，然后自己去做了一个产品经理。这样你就可以说，我是有产品研发开发的这样一个产品管理的经验。这样如果你创业不成功，你就可以去找个产品经理工作嘛，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我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创业不成功，你还可以申请 MBA， 但 MBA 对于创业背景的人是非常非常欢迎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你基于你现在所处的状态，你到底是还没有工作的大学生呢，还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呢？给你们的一些建议，你可以好的条路可以走。那么这几条路你走通任何一条，你都可以进入到产品经理这样一个职能上来。一旦你进来了，那你就可以在各家公司里面换来换去，只要你进入到这个我们叫这个 ladder 上面，叫到这个职能里面，后面就是积累这个职能里面的怎么样经验就行了。好，这个是小奈同学发来的这样一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作为雪哥朋友发来贺电，恭喜大舅成为 YouTuber， 同为华科毕业，同是 PM， 在国内的时候呢，曾是腾讯的 PM， 下次拍摄从上往下拍，先连笑，哈哈哈哈。好，问题是，舅舅，请不要叫我舅舅，叫我舅就好了，或者叫大舅也行。这个舅舅给你感觉辈分太高太老。如果已经在国内做了4-5年 PM， 想和您一样到美国的公司做 PM 的话，去美国读商学院什么方向合适呢？那这个问题是这样，我觉得呢，如果你是去的一个比较主流的 MBA 项目，比如说我们说前20名吧，基本上其实问题不是非常大。我觉得你要考虑的更多的是这个商学院资源，比如说如果这个学校它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比如说刚才讲的伯克利，对吧？甚至是像华盛顿大学 Foster， 它的位置其实也非常好，因为它的那附近有微软有亚马逊，其实不少人从那个学校毕业去那边做产品经理。或者呢是考虑这个学校在行业里面的这样一个很强的势力，那么这里面比如说密歇根大学的 Ross 商学院就有很强的科技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势力。那以亚马逊为例呢，亚马逊每年它的第一 core school 就是 Ross，
那当然，如果你去的是最好那几所，那比如说哈佛、斯坦福、沃顿、Kellogg，那就更加怎么样，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如果你去的是个比较好的学校呢，问题都不是非常大。然后如果你有选择，你就选择一个是关于这个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的行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想知道就平时有啥爱好？我平时比较喜欢动漫的，最近在追《进击的巨人》的，然后平时呢喜欢打篮球，然后喜欢管理社区，然后喜欢做视频。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呢，请点赞。然后呢，有什么问题请给我留言。那么我以后也会像回答这位同学问题一样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呢，请记得订阅，并且把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分享给其他会有得到帮助的同学。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